哈苏 X2D 如果没错的话，是5D 时代之后我接触的唯一一款不能够录制视频的无反相机。这听起来真的挺离谱的，对吧？现在各种厂家动不动就给你整个 8K， 整个240帧，视频反而成了照相机的主要宣发点，以至于这台完全没有视频功能的相机看起来反而像是一个异类。尤其它上一代还是有视频功能的，这一代反而没了。它甚至连麦克风还有耳机接口都给砍了，看得出来是铁了心，只想做好摄影这一件事情，但是就是要卖你这个价钱。那我自己算是半个哈苏用户，我先讲一下我的哈苏体验。当初我给小鱼求婚的时候，我买过一台这个什么登月纪念版，这有个名字 907X 5000万像素中画幅，真的好看。讲完了，这就是它所有的优点了。稀烂的对焦，不存在的防抖，使得它的出片率就大打折扣。所以它一直在我们家里面是一个定情信物，而不是一台相机的作用。你就把它理解成和钻戒差不多，就一样的作用。这也是为什么 X2D 一开始我都没怎么关注，但是后台私信越来越多和我说，很多人评价很高，你能不能够出一个视频？然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现在居然要加价几千块钱，甚至上万块钱才能够买到。所以在费了很大的劲借到一台，用了大半个月之后，会说 X2D 真的有点东西，也确实是哈苏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台相机，是值得来讲一讲的。但是因为它没有视频功能，所以献丑了。这是我们最近拍的一些照片。那老规矩，如果你想看一看真正的1亿像素，调一下它的 RAW 文件，在官网你可以下载一些我们上传的样片，也欢迎给我们点个赞啊，非常感谢。那我先来说一说这台机器最独特的2个点，也是你购买它最有说服力的原因，就是中画幅还有1亿像素。那 X2D 的传感器大小是44×33毫米，面积是全画幅的 1.7 倍左右。那另外它虽然叫做中画幅，但它并不是中画幅里面最大尺寸的这个53×40，所以在中幅里面只能算是比较小的，或者说是残幅。画幅的增大意味着它有比全画幅更多的进光量、更浅的景深，传感器素质本身也是相当过硬的，能够输出16比特色深的 RAW 数据，所以层次过渡还有画质也都会更加细腻一些。那至于1亿像素的话，这个我说了好几次了，这里有个不公平的对比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同样是1亿像素，手机和 X2D 拉出来比，这都不用比了，对吧？这本身就不公平。但它说明的问题非常简单，就是单纯说一个像素量，它没什么价值，就是耍流氓。假如动态范围不行，你的像素要不就是过曝，要不就都是噪点，这没有意义。我得说 X2D 它不是高感帧手 ，ISO 一拉高，这些噪点你看你也看得见。但是综合来说的话，只要光线相对充足一点，这块巨大的传感器是可以喂饱这1亿颗像素的，随便一放大你就能够看到这种震撼的感觉了。它的动态范围也极其宽广，像这样的画面后期一拉可以变成这样，像这样的画面再一拉也可以变成这样，所以这就是它对很多玩家来说最大的吸引力了。我比不过你的速度，我比不过你的对焦，我比不过你的6300、6400什么玩意都行，但是当我按下快门成功出片的时候，这个画质就摆在这里。现在我们来讲讲机身设计，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哈苏的机身的，黑色的全金属机身，简约深邃，即使你是不懂相机的人，看这台相机第一眼也应该会觉得它是有点东西的。做工用料细致，握持手感也敦实厚重，确实比微单要大和重一点，但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，能放进你的包里。那毕竟它也是一台中画幅的相机，相比日企的相机，哈苏要简单的多得多。那比如接口，只有一个 C 口，用来传输机身的 SSD 照片的数据或者是充电。那接口下方有个 CF Express Type B 的卡槽，那除此以外，它就没有接口了。屏幕也不能够侧翻或者旋转，只能够往上调整这2个角度和档位。那这一点倒是也符合哈苏腰屏取景的风格。那你可以把它放在腰部，像这样来拍摄，会多这么一点仪式感。按钮的话，机身全部按钮加起来有13个，那比起主流的微单密密麻麻的按键，这个数量已经算非常少了。算上镜头上面的光圈环，它总共有3个波轮。那我一般习惯就设置成曝光的3要素：光圈、快门还有 ISO， 方便快速的调整曝光。肩屏的话，在机身的右侧上方，关机时候短按开机键可以看一下电量。那使用的时候可以显示曝光的参数、档位、白平衡还有剩余张数。肩屏附近的话有4个按钮：开机键、快门、模式选择，而 ISO 和白平衡则被放在了一个按键里面，需要你去适应一下，但也还好。
值得说到的是这个快门键，这也是哈苏的一大亮点，是有一种有着金属色泽质感，这个橙色，这个颜色我是很喜欢的，按键的回弹力道也非常舒适，让你拍照特别有仪式感，声音很好听，可以听一下，这就是按下它的声音，非常有感觉。色彩一直是哈苏的核心卖点之一 ，HNCS 代表这个哈苏自然色彩解决方案。我自己平时记这个词就是湖南长沙方案啊。那机内它没有给你提供调整色彩风格的选项，因为当你拍摄 RAW 文件，并且使用它那个 Focus 软件走后期流程的时候，它都是默认的这一整套的色彩科学，一整个色彩管线，像是帮你做了一波处理，微调了一下它的曲线还有影调。所以它的颜色和质感会有一点特别，尤其是红色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同场景用它和索尼还有佳能对比的之处。那区别是真的有的，这可以说它不是一个玄学，对吧？但是你觉得哪个更好看一点，这个由你来评定。所以其实就很神奇，我问了不少用哈苏的朋友，居然真的有一部分是只拍 JPG 的。他们和我说的原因就是，我买它就不是为了拍 RAW 再来做这些乱七八糟的后期，我就是想这么简单拍一张照发朋友圈。那我以前可能会跳起来说，你这就暴殄天物，16比特 RAW 都不用。但现在吧，我觉得好像也挺合理的，我也想这么用，可能是年龄到了。所以综合看下来，你会发现哈苏把相机的附加功能都已经砍得差不多了，没有视频，没有各种调整，所以 UI 设计方面更是简约到底。但是这一波砍下来，你会发现哈苏的菜单它居然真的变成了最为简洁明了的相机菜单了，并且使用体验非常舒适。这块巨大触摸屏上可以调整所有的参数还有设置，反应非常迅速，丝般顺滑，和我用 BMPCC 的感觉也差不多。它的菜单跟目录甚至都放不满一页，只有10个选项，而且其中有一半的选项是你点进去只有1-2个开关可以选的，非常的简单，完全不需要适应就可以上手。这块屏幕的素质也没得说，色彩舒适准确，亮度也很高，使用起来就是赏心悦目，得心应手。尤其在缩放照片的时候，这个感觉真的非常舒服，算是我用过所有相机里面拥有最漂亮的屏幕的相机之一，或许没有之一。X2D 机身内置了一块1T 的 SSD， 因为它的一张 RAW 文件大概在220兆左右， JPG 的话在65兆左右，所以你拍摄的时候，如果2种格式都拍，大概1个 TB 也只够你存储3300张照片左右。防抖是最让我惊喜的 X2D 的功能。那相比过去哈苏经常拍完以后再放大一看是糊的，然后特别生气。X2D 现在有着5轴7档的防抖，所以出门基本上不用带脚架，只需要稍微屏住一点呼吸，呈三角形拿住相机，非常正经的拍下一张照片。即便是手持1/4的快门，你也会有很高的成功率。甚至你要是铁手一点的话，1/2的快门多拍2张，也是有可能出片的。那对焦方面，哈苏这家公司过了80多年，终于有了非常先进的相位对焦，比松下早了一步。和它自己来比的话，那确实比上一代 XED Mark II 要好了很多。但是拿来和全画幅一比嘛，那差的就太远了。对焦区域只有一种，只有点对焦，不能够选择广域或者自定义某一块区域，也没有常见的人眼识别、动物识别都没有。想对哪里都只能够靠手去点一下，还是有点麻烦的。在环境照度够的时候呢，对焦基本上能够准确的识别。但是当环境照度稍微有些昏暗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像这样的焦点会有概率反复的抽搐，对不上焦拉风箱。而且它也没有连续对焦，也只有单次对焦，这就意味着有一些拍摄题材是受到限制的。你抓拍一个快速移动的物体，也不是说不能拍，只能说你成功的概率会非常的低。但这目前确实就是哈苏设备里面拥有最好的对焦系统。拍摄一些风光、人像、静物题材的时候，那它虽然不像索尼、佳能那样凶狠迅捷，但也基本上是够用。哈苏有意思的是，它采用了镜间快门的设计，也就是镜头里面会有这么一个快门结构，看着还是很帅的。优点是它能把中画幅的机身做得这么薄，但缺点就是它贵，这可以说是我的缺点。但是哈苏镜头是真的贵，你看看这个价格，你觉得你吃得消吗？2-3个镜头就奔着6位数去了。而且还有个客观存在的缺陷，就是镜间快门的最大速度相比传统结构要慢不少，在强光或者快速运动的情况下，对拍摄还是会有一些影响。所以综合来说 ，X2D 在这高昂的价格之下，确实提供了很多让你会喜欢拍摄的体验。我可以这么说嘛，就我发现相比过去 907X， 我带它出去的意愿会强很多。现在我可以快速拍下几个瞬间，用最高的画质把它留住，然后借助它的高速 USB-C 口传回手机或者 iPad， 就是一个舒适的工作流。所以我觉得国外几个摄影师对它的评价还是挺有道理的。他们说哈苏相机就是这个 The slowest camera I've ever loved。我也是这个观点，我所喜欢过的
最慢的一台相机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哈苏 X2D 的上手了，希望你能够喜欢，也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啊，我忘记问你会不会买？你会买吗？会的吧？